最近5060 8GB 容易爆显存再次成为了热门话题。很多玩家呢都是通过 OSD 的显存占用量来进行一个大致判断。不过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一些媒体的视頻，像5060 Ti 這種 8GB 的顯卡，玩一部分單機遊戲的時候，顯存呢就是貼着 8GB 的邊緣去跑。那看起來呢好像已經爆顯存了，但是幀數呢又跟 16GB 的版本沒啥大區別。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那顯存吃滿就真的爆了嗎？那首先呢，大家在評測 OSD 裡看到的大多數都是顯存的占用量。那麼它呢是由兩大部分組成，其中大部分是遊戲要求顯卡動態分配給它的顯存，而另一小部分呢是顯卡維持系統顯示所必須的量。但是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呢，遊戲要求分配的容量不一定都會用完。那遊戲呢，它總是會貪婪的索取顯存的分配量，往往是越大顯存的顯卡，它分配的量就越大。這與實際遊戲的占用量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只有遊戲公司的開發人員，他才知道顯卡是真正吃了多少顯存。因此呢，我們去看這個數據，基本上可以認為是意義不大的。但是呢，如果你硬要從容量上去抓這個事情，我們可以另闢蹊徑。那爆顯存之後呢，顯卡會額外索取內存當做顯存。那這部分呢，就是我們在任務管理器看到的共享顯存。我們可以通過判斷共享顯存的容量大小變化，反推出現在是否出現爆顯存的情況。那 N 卡呢，目前它的策略是，即便你的顯存沒有吃滿，它依舊要吃一小部分內存當顯存用，用於減少專用顯存的占用量。那一般來說呢，16GB 顯存的卡，共享顯存呢常年維持在 0.5GB 以下。那玩遊戲的時候呢，不會超過 1GB。那現在大家看到呢是 RTX 5080運行奪寶奇兵的畫面， 4K 全最高特效，路徑追蹤，4倍真生成，開啟 DLSS 的超級性能檔位。OSD 上呢是顯存的總使用量，以及其中我剝離出來的共享顯存的使用量。那目前呢沒有超過 1GB， 畫面呢一切正常，看起來是非常的不錯。但是一旦我切換到性能檔位，你會發現顯存的占用量呢還稍稍的低了一點，而共享顯存占用量則是突破了 1GB， 畫面呢出現了花屏，幀率呢卡頓，這才是真正的爆了顯存。那如果你繼續開啟平衡檔位的話呢，共享顯存的占用量繼續上升到 1.45GB， 說明顯存呢爆得更嚴重了。那最後呢也是最難蹦的，為了保護大家的眼睛呢，我還放慢了速度。開啟質量檔位之後，爆顯存爆到畫面狂閃呢，可見爆顯存呢對於玩家來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災難呢。而且你也能看出來，我們常看的所謂的顯存占用量呢根本沒屁用，最關鍵的變量還是共享顯存的使用量是否超過了英偉達的最大閾值。而且經過多次實驗呢，在這款奪寶奇兵的遊戲中呢，來回換畫質5080的顯卡，它的共享顯存容量只要突破 1GB 就會滑屏。不過讓人難受的一點呢，是不同規格的顯卡對於共享顯存的最大忍耐量是不同的， PCIe 速度呢也會對這個容量有一些影響。因此呢，我們可以說想從容量上去判斷是否爆顯存是非常麻煩的。目前呢，英偉達的官方工程師呢也在論壇上認為，關注1%漏幀真生成曲線是更簡單也更容易的觀察方法。因此啊，以後評測裡的顯存使用量大家呢就不要看了，不同的遊戲、不同的顯存容量、不同的品牌的顯卡分配量都大不相同，意義不大。就算你要看的話，也是要看共享顯存的占用量。當然了，還有一些遊戲，比如《星際戰士2》這種，它爆顯存呢幀數影響是很小的，但是它會影響你的貼圖清晰度，或者說呢貼圖出現非常明顯的延遲。當你玩遊戲的時候啊，發現你的畫面怎麼回到 PS1 時代了，你就肯定爆顯存了。那好消息呢是英偉達與 AMD 都已經宣布以後要基於 AI 呢進行一個顯存壓縮，到時候的新遊戲呢說不定能解決目前大家的顯存焦慮症。不過以這二位的奸商本色呢，那到底哪些顯卡才可以支持 AI 顯存壓縮呢？以後的話，憑借這些技術有恃無恐，顯存的話會不會給得更摳門呢？這我就不好說了。如果你覺得這期視頻有點用的話呢，可以關注一下偵探頻道，3連支持一下。也歡迎呢大家在評論區給出你對目前遊戲顯卡普遍顯存捉襟見肘的看法。
我們下期再見。